到底2018 iPad Pro 的尺寸要选11寸还是12.9寸？买大怕太重，但又觉得大萤幕很爽，怎么选？我怕等我选好下一代就推出喽。选奶大的。iPad Pro 的萤幕尺寸到底要选哪个？我们应该要先厘清我们要拿 iPad Pro 做什么。我个人的话，最常应该是拿来追剧。我自己是有一台普通的 iPad 9.7寸和一台 Surface 12寸，两边同时播放相同影片。老实说，萤幕大就是爽度满点，看了大的就回不去小的了，由奢入俭难。冬天躲在棉被里追剧才是 iPad 真正用途。不过睡着了可能会被爆头，所以我个人是买了一个懒人支架。这个懒人支架现在也有 12.9寸的了，唯一的缺点就是你还是必须从棉被里把手伸出来，点略过广告或是点下一页，但至少解放双手了。所以苹果还差一步就可以让我彻底耍废，只要 iPad Pro 支持蓝牙滑鼠或者是简报笔就可以达成。我这里强调的追剧场景都是睡前床上追剧，因为如果是在沙发前追剧，我直接用客厅的电视不就好了？如果是在电脑前追剧，我直接用双萤幕还可以顺便逛个网页。所以在床上追剧，追求的就是一个爽字，秒选 12.9寸就对了。然后还会拿来看大陆的龙傲天小说或是日本轻小说。看网络小说因为都是纯文字，不同萤幕尺寸字的大小我们调成一样大，如果萤幕大一点可以多看到几行字。不常看小说的人可能没差，但如果你有修仙修真的习惯，应该早就训练了萤幕10行的速读能力，多看到几行，你的潜意识就会预先处理，建立快取机制，可以加速阅读速度，于是你就可以很容易的追上最新的小说进度或是10000章的修仙小说。所以如果你有在看网络小说，基本上选12.9寸才是正确的选择。还有用来看漫画的话，我目前旧的 iPad 9.7寸，实际用来看漫画会发现某些漫画图片2页合成1页，那种的字都超小的，为了看清楚只好在那边缩放。看电子杂志也一样，很多电子杂志都是直接拿实体的扫描成图片再转成 PDF。 一般实体杂志的尺寸约为21公分乘上29公分， 12.9寸则是约 21.5公分乘28公分之间，所以 12.9寸会比较接近实体杂志的大小，用比较大的萤幕来阅读会相对轻松。我用 9.7寸的萤幕来看就看得非常痛苦，所以如果要拿来看漫画看杂志，能让我重新选择的话，我会秒选 12.9寸。再来，如果有专业需求，想要拿 Apple Pencil 来画图， 12.9寸画布比较大，画画比较不会被限制。如果你有玩音乐，很多乐师人手一台 iPad， 因为看谱很方便，他们唯一诟病的就是 iPad 不够大，所以有玩音乐的话也是秒选 12.9寸。如果你没有玩音乐，你也可以选 12.9寸，然后跟别人说你懂的，玩音乐都选 12.9寸。如果你有打字需求，有买 Smart Keyboard 的话， 12.9寸的 Smart Keyboard 是全尺寸的键盘，每颗按键的尺寸间距与一般电脑比较相近，而11寸的 Smart Keyboard 键盘的间距就会小许多，干脆改用其他品牌的蓝牙键盘。外出想要打字打得爽，等于你要多带一个蓝牙键盘，所以如果你有打字需求，反而买 12.9寸直接配它的 Smart Keyboard， 一次到位，比较省心。 12.9寸还有一个附加价值，当你用笔电工作的时候， iPad 可以延伸桌面变成双萤幕。 9.7寸和11寸当延伸萤幕太小了，13寸的 MacBook 延伸一个 12.9寸的 iPad Pro 感觉起来是比较适合的。再来，我们要厘清一点，这台 iPad Pro 我们主要会外出用还是家里用？常常外出使用的话，11寸肯定是比较好携带的，不过通常有大量移动需求，而且要手持边走边用，基本上应该是用手机才对吧？所以 iPad Pro 的移动需求通常是会带到某个定点，例如星巴克、麦当劳、图书馆之类的，找个位置坐下来，放到大腿上或者是桌上，可以使用立架来进行操作。所以 12.9寸手持太重的缺点基本上可以无视了。外出的话怎么样都比笔电还轻就是了。你上课带一本原文书，一本的重量比吃海还重，一本厚一点的全彩杂志重量约300公克，你带个2-3本，体积和重量都超过一台 12.9寸的 iPad Pro。 一堆堂堂男子汉，身高1.8米，力能举鼎，虎背熊腰，手撸青龙偃月刀，跟我说 12.9寸631克太重了。如果你是女生，人家是女生，身高不到150公分，体重不足40公斤，小芝麻，631公克可能就太重了。
了，那就买11寸吧。如果你的使用情境是家里用，偶尔外出定点用，基本上选择12.9寸，我觉得可以。最后结论就是，不考虑价格的话，应该秒选12.9寸。所谓出外靠手机，在家靠平板，在家使用12.9寸的爽度远大于偶尔带出去的不便。就这样，拜拜。如果你喜欢詹姆斯纠结个毛系列影片，点关注不迷路，按下赞订阅，请记得开启小铃铛，选择比努力重要。下次再见，赞。